保险是抗特留分的最好方法。为什么？你可以保护爱你的人，他跟你没有血缘，他跟你不是亲属，在法律上他几乎是没有地位的，可是你可以透过保险指定受益人。这就我讲我为什么会后续再写这个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就很多人比如说大家说保险抗特留分或保险什么，它都是一句话很简单，可是你要真正去进行对你有利跟你期待未来所产生的作用的时候，它有它的很多细节需要了解。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高艾伦艾伦姐，还有吴明昌吴律师。艾伦姐最近出新书了，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我们上集聊到兄弟姐妹特留分这个话题，我学习到很多，尤其是遗产这件事。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我节目结束后应该要认真考虑遗产这个问题。那我们上一集也谈到，就是说兄弟姐妹这门课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一门很难修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来聊一下这件事情。不过节目一开始，因为可能有些人没看到上集，我们还是再请艾伦姐跟吴律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高艾伦，我这2年的时间都在研究这个家庭伦理跟这个金钱分配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在对于金钱呢有所取有所不取。我们走着一个符合大家期待，或者是有助于家庭风气的。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人在最后你最成功在于你的家庭是否美满。我们所有我想从开天辟地以来都在希望把家庭伦理放在最前面。我想这是几千年的文化，但是因为社会的变迁跟家庭结构的改变，有些事情甚至于我们说它的伤害都是非自愿性的。那我们希望把这些伤害降到最低，然后找回来属于我们所谓血亲血缘的最优美的一种关系啊。法令是为了保护家人的关系，不希望有所谓的家族战争，所以订定了一个法律叫做特留分制度。那我们不希望在社会结构改变之后，这个法令变成一个伤害我们的一个不适当的状况。但事实上，特留分不是个坏事，是我们在对他的认知跟他的主张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做对？我一直希望关于财产的所有的分配或者传承，它有2个方向，一个是我们去照顾我们爱的人，另外一个是我们要去照顾爱我们的人。大多数社会都只讲到前面这一句话。很多父母亲对于子女的方式跟态度，他看不到爱他的孩子，他只看到他爱的孩子。其实这造成极大伦理上的伤害。我觉得兄弟姐妹之间也依然如此。就是说我们把爱还是放在一切的前提。所谓的身后财产自主，绝对不是年纪大的人所需要面对的。请吴律师。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成策法律事务所的吴明昌律师。那我本业其实应该讲的是说，主要业务应该是在刑事审判业务，以前过往当过法官的关系，但后来现在在当律师，大部分做刑事辩护为主的案件，似乎看起来跟今天的主题遗产或者是身后财产自主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但是应该很好的缘分，跟艾伦姐有个缘分，是她请我审定帮忙校稿了这本身后财产自主的书，然后我也帮她写了推荐序。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不论是财产的部分或衍生的纠纷，在一个家庭之中，一个遗产的纠纷，其实往往不是一个家庭的遗憾，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多数个家庭的遗憾。那也衍生的状况是说，跟我的以前做刑事辩护有什么关联性吗？有非常多的关联性，因为在财产的冲突过程中，不单单是争夺遗产而已，还衍生了不少的刑事的告诉。大家对于财产的处分不同的意见的时候，那所引发的家庭纠纷，到最后不是法庭上2方当原被告，甚至有一方去刑事庭、去刑事侦查庭
告了当告诉人，那这些纠纷都是让人很遗憾的事情。那透过这个财产自主的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减少这些纷争，让一切的部分回到我们希望是传承爱，传承这一切，而不是造成更多的纠纷而已。兄弟姐妹其实我觉得是一门难修的课程，因为我就看我朋友的例子嘛，就是其实我觉得虽然到21世纪，可是父母还有那个重男轻女的观念，我觉得还是存在。然后比如说我朋友例子就是他女儿嘛，那要照顾生病的爸妈，还帮忙付房贷，那最后那个父母是把房子过户给弟弟，就是他或者在遗嘱中把财产都给弟弟。那这种其实虽然是跟长辈跟我们这一代之间的问题，可是他其实也是兄弟姐妹之间一些不公平。然后艾伦姐在写书的过程中也有看过这种案例吗？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关系啊。可能你想要问的是，到底我们要去照顾我们爱的人，还是要照顾爱我们的人？我觉得都要。但是比较起来，可能在年龄的过程当中，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冲动，我们热情，我们想象的事情更美好，所以我们可能把所有的能力都会付出在我们爱的人身上。但是真的也很遗憾，既然社会已经老化，需要照顾的人不再是青壮年，而是年纪大的人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必须要去看到爱他们的人。就尤其你提到的所谓父母子女的关系，我们用最简单的就说人性来讲，你爱的人你怎么看他都是对的，哪怕他做错了事情，你也爱他，你也为他付出，你也为他做了所有的准备。但是爱你的人，你可能常常忽略，到最后他很辛苦。比如我有一次演讲的时候，后来回来，然后寿险公司的专员就发讯给我说：“老师，如果特留份过了的话，父母亲把金钱都留给他喜欢的几个孩子，那像我这个不受父母亲喜欢的话，我该怎么办？”对，我回答他非常简单，我说父母亲跟子女的缘分各自不同，可是我的中心思想，财富是谁的，他应该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跟支配权。如果爸妈特别不疼爱你的话，我说你真的就自求多福，多多努力。可是我说我在所有演讲里面我都跟你说过，我相信你也听过2-3次，我都在强调一件事情，我在这再一次强调，所有的父母请你们去看到照顾你们的子女，要去看到爱你的子女，因为爱你的人不容易背叛你，不容易冷落你。有些子女在照顾父母过程中特别辛苦，事情都是他在做，但是被责备，被其他手足就这样子责备的也很多。朋友说：“那你不要管啊，你就像他们一样，你也不要管。”他就讲一句话，含泪的说：“我不管他，谁管他？”你懂，爱就是这样。爱的2个前提，一个是我会心疼，另外一个就是我舍不得。所以父母亲，你们对于那个爱你的孩子，我再三强调，请你不要忽略。这个是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用法令来定谁是孝顺。可是你在生活上，你在情感上，你在所有的应对上，你应该是感觉得到。我讲一个书里面有写的一个赫本婆婆，她真的很了不起。她做的行业可能是因为做发廊，所以她认得的人也多，听到的故事也多。然后她本身又喜欢艺术文化，她的层次确实是不同。她一直跟媳妇住在一起，她儿子是在国外任职，然后其他的孩子也都在国外。媳妇从结婚开始就住在他家，当他年纪大的时候，有一天他就跟媳妇说：“那我们这几天去办一下吧，房子过户。”因为原先他跟媳妇2个的挂名，可是他从国外回来的孩子，他也是分批的去把一些财产做了转移。这个媳妇很好，婆婆要把房子过户给她，她都不敢接受。婆婆变得是坚持，他们走这个婆媳关系到最后一辈子都是很好。但这个婆婆做的事情处理，当她过世的时候，她的孩子从国外回来，媳妇就会跟他们说：“妈妈把房子做了处理给我。”兄弟姐妹都说：“应该的，是你在照顾妈妈。”然后生前婆婆做了准备，可是她并没有忽略其他的孩子，她一样做了安置。到最后这个结果，我觉得能够把一个家庭的
继承问题做到这么圆满，真的是很不容易。这就是说，一个做婆婆的，她会看到媳妇对她的爱，就这么简单。她疼不疼自己的孩子？她当然疼。每一个孩子回来的时候，其实她都做了巨大的财务转移。我觉得这就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要去认知，你我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所有一切都照着法律所认定的，只有血缘才是重要的，其实我认为那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在血缘关系当中，有些继承人他们是坐享其成，你赋予他这个绝对的法律保护他，你保护的是继承人，而不是被继承人或者是生存配偶之类。这些你去想好吗？我觉得不好。就在公众平台上有一个人直接写下来说，老师，我的弟弟，我已经太多朋友传给我了，因为他没有结婚，都是他在照顾父母。我的弟弟到处跟人家说，我姐姐死了我就发财了。你去想想，法律在保护谁？法律在保护一个没有作为的人。法律在伤害一个可能对父母尽孝道，然后需要面对自己老后孤独的所有一切，而他们没有受到保护。这是我对于第三顺位继承人会认为他需要修正的原因，并不是重点，不是说兄弟姐妹不配成为继承人，完全不是，而是你的保护重点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分配跟阻止犯罪的话，那真的其实这个法令是在培养所谓的家庭强盗。真的是这样。我想刚才主持人提问的问题是说，如果父母亲兄弟姐妹偏爱了儿子，然后不把财产，不忽略了女儿其实在照顾他们，然后却把财产都留给儿子这件事情，其实这也凸显另外一个问题点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当下我们在讲特留份的删除与否的问题，我们就把特留份好像思考是一个很不好的制度，但在这个地方上面想一个问题点是，就是因为我们过往的一些社会文化的过程之中，产生出会不会有所谓重男轻女，这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所以在第一顺位，我们通常继承人只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就是如果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就在第一顺位继承的关系上。那如果父母亲写下的遗嘱是通通给特定的男生，那却忽略了照顾者女生的时候呢，那这个写法上就可能女儿还有个机会是说，那他会不会要出来主张特留份侵害？还是有法律还是有救济的可能性。对，如果他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说，如果爸爸写下遗嘱说把房子都留给儿子，然后却忽略了女儿，然后应该是说不是房子，是说如果他全部的财产都留给了儿子，不留给女儿，那女儿本来依照法律上，她本来也有一定的继承比例存在，那连那继承比例都不到，连特留份的侵害都存在的情况下，那女儿可以选择的方式说，那我要不要主张特留份侵害？但相对来讲的是，如果女儿也觉得没有关系，她也不希望这件事在家内再发生纷争，她不主张也是可以的。至少说法律在设计上，特留份并不是不好，而是它有一些过往的背景存在。那现在在讨论的修法，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思考点，不是第一顺位的兄弟直系血亲卑亲属，而是第三顺位的兄弟姐妹的架构的时候，那是不尽相同的地方。所以其实我现在稍微好像比较了解特留份，就是我们上一集谈到兄弟姐妹特留份，然后特留份其实也不只是兄弟姐妹特留份，还有其他的特留份，比如说父母给孩子，然后如果你全部都给，比如说我虽然是21世，可是我自己观察还蛮多人是重男轻女的，就都给儿子，然后不管照顾者可能是女儿，都还是有那种偏心行为，但是这时候是有特留份可以主张的，可以做救济的。我们在法令上来讲的是说，在继承，我们上一集有特别谈到的是应继份、特留份。那我们先知道应继份比例之后，才会去算出每个特留份的比例。那特留份也不单单只有兄弟姐妹有特留份而已，也是说每个继承人在法定顺序上来讲，都可以去换算出他法令上的特留份。所以直系血亲卑亲属我们常见的子女，那在第二顺位是父母，第三顺位兄弟姐妹，第四顺位祖父母，其实都有特留份保护的范围。所以不单单只有兄弟姐妹
有特留份的问题而已。是的。然后刚刚艾伦姐讲到那句话，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我们不只是要爱家人，而是更要去爱我们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认同的事情。那这件事其实就回到就是预立遗嘱这件事很重要。那我要身为一个没有立遗嘱的人，我有好多问题想要问这个方面，因为我觉得立遗嘱好像很麻烦，因为我现在根本还没动脑想这件事。然后我刚刚稍微想一下，我要立遗嘱，那我要写什么？我大概现在只想到我财产应该要留给某些人，然后通常我比如说要留给配偶嘛，然后如果有孩子，可能就一部分的孩子，然后可能有跟我好的朋友吗？还是基金会？如果比如说要捐钱的话，所以预立遗嘱这件事流程大概怎么样？那要花多少时间？我们要去思考什么？因为艾伦姐你已经立了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过程好了？没有，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就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交代，其中也包括公益团体，我都有，而且他们都有，我都跟他们要了这个什么统一编号什么东西那些，对，就是完全正式的，我留下来清清楚楚。比如说我不在家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同事出门的时候，我就会在我的家里面明显处放一个信封袋，很大的信封袋，然后上面有电话号码，张三李四，然后对于那个有我家里面钥匙的人，我就直接说，如果有遭遇到任何事情，你就打电话给谁，就是我通通都有做安排。那我做这安排对我来讲，它已经不是一个你为了处理某一个危机，或者你有一个极大的不愉快，没有，我觉得反而是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安心轻松的事情。那我再讲一个，但是我们这个年纪，事实上所有年轻人都应该要做这个事。为什么？年纪大，比如说好，我们说夫妻关系里面，就是所谓的你要看到爱你的那个人比你们辛苦。为什么？我讲实在在这个预立遗嘱跟这个遗产分配上面，我讲一个，要悲惨的是有夫妻关系的人，有情人关系，有同婚关系，有顶客族，不婚族是其实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我还觉得是挺安全的。不婚族真的不管你做了任何后续的安排或没有安排，你不在了，你也没有牵挂，也没有烦恼。可是如果说是一般的正常婚姻配偶来讲，如果因为没有子女，我就包括同婚也不会有子女嘛，顶客族也没有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他最大的悲惨，其实他不是单纯的说你的遗产不能够由配偶全面接收。一个离开的人，你必须要去想你爱的跟爱你的这个配偶的所有的未来，因为当你离开的时候，他将是像一个人质一样的要去面对你的兄弟姐妹。当然你的兄弟姐妹如果善良，不但不去主张特留份，还帮助他，那是另外一个状况。因为世界这么美好，我们就不会坐在这讨论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它有不美好的部分，我们就要去想到，如果说你不做任何安排，连最基本的遗嘱都没有的话，你的生存配偶非常可能就成了人质，他要面对所有的状况。热恋的情侣，甚至于就是说我们不要有婚姻，但是我们相互认同我们的绝对的亲密关系跟共生关系，其实这些年轻人照样需要做这些安排。你知道年纪大的人，他还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他可以判定1、2、3是什么。可是年轻的爱情，哪怕你爱得再深，有一天发生事情的时候，你的家人权利是绝对在你的情人之上，或者说在你的配偶之上。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悲剧不发生，但是我们绝对不是预设我们的家人是不可靠的，因为只要他可靠，你后面让自己才有主动权、支配权的时候，所有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有很多人的口头上说了，等到故事里面也有，当着面跟代叔说，爸爸说2个弱势妹妹把什么都留给他们，而且这个姐姐是很富裕的，就是你就不要了，给他们好。到最后爸爸真的走的时候，他坚持要，然后他说我们当初答应爸爸是因为我们要让他安心的走，就是说没有用，必须做。
做就是你写下来，写下来还有很多个字。那我要在这边特别强调一个，这是我这2年我觉得一个最好的所谓抗特留分的方式，保险。保险其实不只是为了这一个原因，在未来的世界，我想全世界因为年龄人口的寿命都变长了，然后社会资源的移转通通都不同了，所以保险这件事情在任何人的任何阶段，我认为它相对的提高作用跟功能。以前我们可能说，哎呀，保险员常常说，给我一个什么项目，好像在帮我做人情。但现在不是，我觉得现在周围的人都在这找保险员，请你帮我设计我需要的东西。保险所能够产生的助力，它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可能会给你一个最大的平安机会。那当然开始的时候我去研究，认真的是因为很多保险专员也会告诉我说，保险是抗特留分的最好方法。为什么？你可以保护爱你的人，他跟你没有血缘，他跟你不是亲属，在法律上他几乎是没有地位的。可是你可以透过保险指定受益人。这就我讲我为什么会后续再写这个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就很多人就比如说大家说，哎，保险抗特留分或保险什么，它都是一句话很简单，可是你要真正去进行对你有利跟你期待未来所产生的作用的时候，它有它的很多细节需要了解。因此我说律师还有理财师会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都必须接触的一个重大关系人。因为太多专业知识需要他做提醒或者辅助。那请教吴律师，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在要处理好这些钱的问题啊，就是有保险，然后有遗嘱，然后当然法律还有所谓特留份这些议题啊。那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那过程是怎么样？比如说我来找你好了，那你会建议我要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我有时候我本来以为他很单纯，就说好，我钱要留给谁？看起来它是一个组合型的，有保险，有钱，然后还有资产，就是很多人都组成，搞不好复杂一点，还有海外资产这么复杂。所以，比如说我来找你的话，那你会跟我怎么讨论？你会建议我怎么思考这件事情？我想每个客户来跟我讨论说要写遗嘱这件事的时候，反而会先问他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先照顾好自己？先照顾好自己。然后第二个问题会问说你想要照顾的人有谁？第3个部分，那你知道你自己财产有多少吗？这3个问题其实都在导引出后面遗嘱要做的事情。你最好要先好照顾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是说很多长辈或者很多急着把财产交出去的人都忘了自己，然后都觉得说，那我把钱写进遗嘱了，那我就不能动了。其实也不是，是遗嘱是一个遗产的未来的规划，就是我们先成立，但还没有生效嘛。你账户说你要把账户的钱都给谁，但不是说这把账户你不能用了，而是说为你到时候还有剩下你要给谁。所以心态上还是要想一个清楚点，是说你是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对，那再来是说，那你想照顾的人有谁？因为很大部分人讲是说，我想照顾的可能是他必须理解的是遗嘱你可以做的范围有哪一些嘛。那如果你想本来要照顾跟法定继承制度其实是一样的，或者是并没有改变这个，那看起来遗嘱不是最急迫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了解法定继承制度，说你的继承人是第一，当然继承是配偶，然后再来是子女们之类的，你有说我还想照顾谁，或谁的照顾比例要更高，那你就写遗嘱比例重要性又更多了。那再来还是说刚才主持人在讲的点，那我有海外资产呢，那这些是你的家人知道吗？你的继承人知道吗？那你自己知道的比例有多少？透过这个盘点的过程之中，你才知道自己知道说我多少财产要去做规划。那遗嘱里面大部分要写事项，其实核心事项就是财产的问题。那写财产如何分割方法，如何做分配，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常见写这部分。那现在越来越多人也写的部分是我的告别的方式，我希望是安静的离开，我希望是有西式的，比方说不同宗教方式的告别式，这也是可以写在上面的，这是比较常见的内容。
但不论如何写这个遗嘱的过程之中，我们都希望一个状况是说，你要传递的不只有这财产而已，而是我们不是传达把财产传出去，把遗产传出去，而是写下遗嘱之后是把家人留下来的。不然你写的遗嘱里面的过程中，如果制造新的纷争点，那会不会让你本来的期待又不见了？这是反而是我们现在这段时间在讨论遗嘱的时候，会跟客户访谈的部分。那访谈完毕之后，他如果理解之后，我们就告诉他说，法定上的遗嘱类型有哪几种，那依照他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那当然最简单就是自书遗嘱，你可以自己写。那有没有必要说再找公证人再办理公证或者是见证之类的，又或者其他方式去辅助，就是到时候依照每个人的需求、每个人的条件不太相同，但起手开始就是好好先问一下自己，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我常看到新闻，就是遗嘱好像不是一写下来就定了，而是可以一直改。然后我就会看到新闻说，就是说，你的遗产就大家都有一份遗嘱，然后都是受益人，当然都是对自己有利，大家就开始吵成一团了。那这种时候，这个遗嘱会发生什么事情？要怎么样去？因为就是可能老了，可能也是会忘记自己之前写什么，然后或者是那可能心境改变了，然后环境改变了，就会想改写。那这种复杂的状况，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一般来讲是说，留下遗嘱，大家都会如果有很多份遗嘱，那当然大家会依照主张的人会挑一份对自己最有利的，很正常。因为就对我自己最有利，我就选最有利的那一份出来主张。可是遗嘱写完之后是可以改的，可以改的前提是什么？我们通常会从时间点去判断起，通常在后面那个会有效力，比较有效力。可是呢，也要再看的是说前后遗嘱有没有冲突的地方。那避免很多份的情况下，要各自去解读哪一份跟哪一份有没有冲突，哪一份跟哪一份才是一样的之类的。那如果每次修改的过程中，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注明说你撤回，或者是你以这份为主，让人家知道是哪一份是最终的版本，那才会改变说不需要跟其他份遗嘱共同去解释的状况。那好比说，比方说如果我今天写第一份遗嘱说把我的大房子送给我大女儿，我第二个房子我送给我的儿子，那看起来是没有冲突的。两份遗嘱如果是写不同的事情是没有冲突的。但是如果说从后面角度通通都给谁，那看起来就有冲突了，那就是我以后面为主。所以遗嘱的写作上来讲，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自书遗嘱很容易做到。所以每个人如果自己在写完之后，你没有把那个遗嘱给撕毁掉，你本来以为是草稿，到后来你写完之后就放在那边，那就产生你后来再写就有不同份。所以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在每重新改写之后，就把前面的意思表示给重新改写一次，然后把写清楚说现在你过往写都不算，以这份为主之类的方式来表达出最终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那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谈，因为我的父母亲都还在嘛，所以我有一个这个想法，就是我想要跟他们讨论，就是说，就是遗嘱这件事很重要，然后他们应该去考虑做这件事。可是我就觉得我很难开口，就像刚刚艾伦姐讲，就是好像在谈生死这件事，好像有点带有诅咒的意思出来，可是事实上是没有。然后或者是跟兄弟姐妹谈，跟父母一起谈这件事，就好像要谈分产，就是觉得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难开口啊。那在这种状况下，艾伦姐，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说，这件事是重要，我们应该来谈。可是又有一些不知道算是习惯还是怎么样，就是又不好开口，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对？我觉得现在不管父母亲年纪多大，大概一般都会看手机。而相关的社会新闻，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我觉得试着寄给他们看，让他们先去看，先有一个理解甚至于包括这个书在内，因为让他有理解，而且还有，我觉得谈的态度非常重要。其实天下事都是一样，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是你说的态度。有些孩子的谈的方式，可能真的让父母亲感觉到他是爱你，他关心你，他希望你能够一切都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表达，让他知道如何将来处理其他的事情。但有些孩子可能的态度就说法就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不说这件事情，在现在来看不是聪明的。因为事实上同样的法令在过去可能人的理解不直接，也不是全面性的，现在越来越愿意去谈了。以前可能会觉得，甚至于觉得如果说家里面发生争产的事情非常的
不荣耀，当然它是不荣耀的甚至于羞于启齿。但现在大家开明了，就是说，我觉得这样不合理起码他们学会了倾诉。那这些来讲，我们要说的，他不要是抱怨，他的倾诉过程当中，他应该要想到去怎么样去解决父母亲双向的沟通。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人跟人的缘分，即使有血缘，他也可能不尽如意。如果不是亲人，可能他的缘分还跟你特别深。我们自己要去深思熟辨，然后还是我再强调，要去看爱你的人。因为我相信这已经是未来的趋势了。跟过去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于家庭伦理的解释已经不一样了，包括同婚认养小孩。当然社会上有极大的反对声浪我觉得每个人有他的情感需要跟他的对于家庭的解释界定的不一样。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生应该是相互尊重的，不管我们亲密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都应该尊重对方拥有的某些事情是不容我们去侵犯的。那我想请教艾伦姐就是其实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这件事，就是你写这本书也有写了一些我觉得看起来会让人家生气的故事是。那你在然后社会这样演进，然后法律也有一点在推进，那家人也本来应该要相亲相爱，可是却为了钱有这种争夺。我很想问你，就是说你看这些故事，你对人性这件事的想法是怎么样？然后你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或什么感想吗？我想那都不是冰冻三尺一日之寒，它是一个常年累积。我想强调的，我们在看到社会新闻出现来的时候，所有一切最后的结论，大家说还不是都是为了钱。可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跟我交谈了这么多人之后，我一直认为钱是最后一个就是放在那来谈判的筹码。可是会发生这些事，我都认为是情义出了状况。没有人说我就是不要给你，我不允许你继承，而是伤心摆在前面，难过摆在前面。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我宁愿给谁，我宁可怎样。你知道这个宁愿跟宁可的所代表的一个态度，其实就是他在某一种受伤的状态下，他最后只能够把金钱当作一个筹码，不管是为了挽回他个人的自尊，还是觉得对于所谓的不公平，他要采取一个反制的动作。只是我们一直都觉得到最后根结就是用金钱来解释跟解决，达成协议。可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我讲，虽然我们在谈的是这些案例，但是我放了很多我对当事人谈话后的深刻感觉。他的难过不只是金钱损失，他的难过是情谊和怎么能够如此。如果这个东西恢复的话，我觉得就差异很大。我很多人都来问我说，艾伦姐什么方法最安全？我说没有最安全的方法，只有如果大家都守住自己的分寸，守住自己继承跟剥夺也是要有品德的事情，一切就会不一样。因为只要动用到法律，就是一种难看，不该如此。对，看起来是金钱，我相信这个论点会有很多人，当他在愤怒的时候，他会说不是钱的问题，但是到最后他一定是在钱这一个焦点上面成为不管是进行式或者是居中。因为对某一些角色跟位置的人来讲，我只能够用金钱守住或者是抢夺，我才能够证明我是对的。刚才我们在外面闲聊，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讨论说，留下遗嘱，然后因为特留分侵害，我想一般人都先思考的点就是就是财产争夺。那在特留份侵害上面讲说，媒体上我们会知道说，除了兄弟姐妹以外，我们其他人特留份侵害、产生争夺有我们现在很常见的媒体最近看到的新闻，应该跟张荣发事件有关。对啊，那他的特留份侵害在哪里？在是子女这个阶段上的特留份侵害，那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悲伤的故事啊。然后我刚才跟艾伦姐在聊天的时候提到说，
我也今天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还跟客户先讨论一下，说，我可以讲你的故事吗？他说好啊，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你觉得合适，你就说。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已经是过去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隐藏的。我跟他聊完之后说好，那我来说说你的故事好了。他们的故事是这样子：一对夫妻，他们都是彼此的再婚配偶了，他们都有前一段婚姻，但都没有生小孩。可是先生要娶这个太太的时候，妈妈其实很反对。原因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他是外籍因素，或者是因为各种因素不太晓得，那妈妈其实很反对。那先生做了很多决定，希望说服妈妈，妈妈还是不太认同。但是先生在结完婚后就不断做一件事，是把他名下的财产都给妈妈。他觉得他后来去理解，可能妈妈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可能觉得可能家庭变故越来越多，毕竟年纪大看得越来越多，所以就没有安全感。他把很多的资产都过给了妈妈。然后后来有一天，先生突然过世了。过世的时候，我们找他那个太太这边，就是我的客户，我的朋友，他就说他要找他份遗嘱。那遗嘱的写法上是写先生把所有财产留给太太。那当这遗嘱揭露出来的时候，妈妈就更愤怒了。本来就跟这媳妇关系不是太好了，你就说那为什么都留给了你？凭什么都是给你的？那双方当然找律师，互相的沟通。那大家都理解状况是说，那就是特留份的问题了嘛。那太太这边也觉得没关系，媳妇的立场上也觉得说没关系。那如果这样子的话，特留份就该特留份多少给你的方式，那中间也很多的误会，没办法沟通，到后来几经波折之中，可能都要打到诉讼了，但大家后来都妥协了，就到这个状况。事情到这边，觉得这媳妇好像也没有让步太多啊，她还是只让出了她有特留份的问题给了婆婆，就到这边为止。没有想到事隔1年之后，她突然来跟我讲一件事情，说能不能给我个方式，把我当年得到的遗产通通给我婆婆？我说为什么你突然做这决定？她说因为当时在结婚的过程中，到后来大家在遗产的过程中都认为她就想要吃干妈净带走的，大家没有看到她的付出。但如果那个当下她妥协，人家只会觉得她本来就该妥协的。可没有想到的是说，她只是想要透过这个过程证明一件事情，她真的没有要争夺这件事情，而且她还记得她先生告诉她，如果有一天谁离开了，能不能把这家照顾好的想法。那她也没有争，也没有躲，她说反正我还是够用，我有我的生活。那如果婆婆因为这样感到身心不舒服，她也不想要这样子。她相信一件事情，她也失去了儿子，我也失去了先生。我希望的是大家都能面对这个问题，然后真的是一起把生活过好的方式。对，所以不是说所有遗产纠葛终点，或是留下遗嘱一定产生冲突，但难免我们也是希望说不要发生冲突。但是在冲突背后，大家能不能真正想想看彼此的爱在哪里？那我们能不能把家人守护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吴律师愿不愿意讲最后那一句关键的话？对，我们刚才在闲聊的时候想到说，他没有想到他给出去的那一当下，婆婆还告诉他说，现在给我也是我该拿到的。然后他就说他已经不生气了。他说我没办法改变你的想法，但我想要说的是，我可以做得到我想做的事情就好。我类似听到这样，只要是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伦理，它就是一个爱。我总是非常的受感动，像这样的一个媳妇，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所以你看，她可以把她应得的继承的钱给她婆婆，她求的是一个自我尊严，我要有交代，因为你们没有看到我真正的付出，我不在乎这个。所以我要讲，它不完全是一个金钱的问题。如果说继承者跟被继承者当中有所谓的良心，这些事情不会发生。总是觉得你的该给我，我的为什么要给你？在这样的争执当中，其实你听这故事真的非常感动。我不要给你们。很多事情是我听到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写到这么细腻，但是我在转述的时候，我会跟很多人讲，去看到爱吧，请你们去看到爱，因为没有爱，就没有一个好的法律可以把家庭伦理做到最好。我也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也很喜欢艾伦姐刚刚最后的结论，因为你眼中只有看到钱，那你就会被钱影响；如果你看到爱，你就会被爱影响。那而且爱是不会越分越少的，而且还要越分越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件事，虽然我们讲钱，可是最终我们还是要谈爱。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件事情。
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除了理财以外，也要理你的爱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谢谢律师跟艾伦姐上节目，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